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安。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。人的一生离不开朋友，以金会友，金耗则忘；以势会友，势去则清；以权会友，权失则弃；以情会友，情逝人伤。唯心相交，静行致远。品清净之茶，结悟道之人。饮豪情之酒，思牵挂之友。每个人都有社交的需求，通过社交来开展业务，交流心声，结交朋友等等，希望与他们共同创造一个简单愉悦的生活氛围。然而，社交又需要一定的智慧，因为人性不仅复杂，而且辩证。跟任何人相处，记住6个没必要，可以让你知世故而不世故，拥有好的人生。讨厌一个人，没必要翻脸。讨厌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，尽量减少接触，而不是在继续的相处中翻脸。生而为人，一生注定要遇见各种各样的人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再也不会用争吵去结束一段关系，而是悄无声息的疏远。一辈子太短，没必要和不值得的人较真。讨厌一个人，真的不必翻脸。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中，遇到厌恶的人，首先要学会回避和忍让。你的宽容至少能维持表面的和平，但是你的愤怒翻脸却会轻易地毁掉你的很多人际关系。现实中搞砸一段关系会给你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力。你和讨厌的人翻脸的时候，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宁静，也激化了你们之间的矛盾。一个不把你当回事的人，不值得你看重。生命中碰见的那些纠缠不休的烂人，遇到口蜜腹剑的小人，遇到过背叛和辜负你的人，与其和他们争执、翻脸、受伤害，让别人觉得你小肚鸡肠、不可理喻，还不如努力让自己足够强大、足够优秀，远离那些你不喜欢的人，跳出那些让你讨厌的圈子。经历的事情越多，越来越能理解那句话：讨厌一个人，真的不必翻脸。正如鬼谷子所说，绝人之尾，不行之于色；吃人之亏，不动之于口。讨厌别人虚伪的一面，不要明显的表现在脸上，知道自己吃了别人的亏，长经验了就好，不要去针锋相对，非要理论清楚。讨厌一个人，真的用不着翻脸，只需要修炼提升自己，及时止损，敬而远之那些琐碎。喜欢一个人，没必要跪舔。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总想和他尽快拉近关系，去讨好，跪舔是最容易的方式。因为人性的弱点就在于喜欢受人尊重，而且拿人手短，吃人嘴短，一来二去就会越加熟悉。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爱的开始。其实如果对方不爱你，你们的关系也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地步，付出越多，反而越不被珍视，跪舔越多，越让人看不起，更让你得不偿失，更加的不在意你。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断跪舔自己的人，他会觉得这样的爱太廉价，太容易轻易到手，反而不会去珍惜，不会在意。越是放低身价的去跪舔一个人，那个人越会轻视你。他认为这不是爱，而是一种打搅和纠缠，只会让人感到厌烦。付出没有价值，你越是想给他不需要的感情和东西，他会认为没有什么价值，所以付出并不会有什么意义。你认为给予了很多，就代表感情有多深，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猜测。对于别人而言，这些没有价值的付出很快就会淡忘，哪里记得你的那些好？所以跪舔的人注定付出不会有价值。
容易迷失自己，看不到希望却还在无谓坚持，得不到回报却还要付出到底，这会让自己彻底迷失，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，让自己越来越不自信，没有勇气走出一段错误感情，也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。这样的付出方式，最后受伤的只能是自己。错过一个人没必要怀念，当你错过一个人的时候，可以偶尔想下，但是没有必要一直想。错过的人就是错过了，是昨天的事情。你要记住，你还有美好的明天，还有人在等你。即使是曾经再怎么喜欢的人，也没有必要放弃当下的幸福和快乐，毕竟已经错过。那些已经离开你的人，已经不可能再回来，你也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，还有更多的在等着你。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。你万箭穿心，你痛不欲生，也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，别人也许会同情，也许会嗟叹，但永远不会清楚你伤口究竟溃烂到何地。别再为错过了什么而懊恼，你错过的人和事，别人才有机会遇见，别人错过了，你才有机会拥有。人人都会错过，人人都曾经错过，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错过。因此，错一个人没有必要怀念，在人生的前方有一个更优秀、更适合的人在等你。看穿一个人没必要揭穿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多的是相互尊重，你敬我一尺，我还你一丈，才是最佳的相处模式。看穿一个人没有必要揭穿，正所谓祸从口出。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往往是从口无遮拦开始撕裂的，逞一时口舌之快，伤了对方的颜面，自己也难做人。曹操生性多疑，常担心自己遭人谋害，于是告诉身边人，我梦中好杀人，我睡着的时候你们都不要靠近。一天，曹操睡觉时，被子从床上掉下来，待从上面整理，谁知曹操立刻跳起来，拔剑杀掉侍从，然后继续躺下睡觉。第二天，曹操醒来后，假意震惊地问，谁杀掉了侍从？身边的人告诉他事情的经过。曹操假装痛哭，并命人一定要厚葬随从。曹操的主簿杨修学识渊博，却常常说话口无遮拦，锋芒毕露，旁人都心知肚明曹操的用意，唯有杨修自作聪明地说，不是丞相在做梦，是我们在梦中啊。此话传到曹操耳中，不仅让曹操对杨修产生了看法，也为杨修最后的死埋下了祸患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你看不惯的人和事，如果次次较真，只会让自己的心疲惫不堪，甚至引来祸端。水深不语，人稳不言，聪明不需要张扬，看清一个人也用不着揭穿。人生不是答卷，有些事注定没有答案。看清一个人不揭穿，不是因为懦弱，而是成熟。有些人有些事终将在岁月中消逝，揭穿他们可能会有一时的痛快，但看破不说破，换来的却是一辈子的安宁与自在。敬畏一个人没必要唯唯诺诺。孔子曰，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侠大人，无圣人之言。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，君子心存诚敬，有敬畏之心，小人心中只有傲慢自大之心。对于大人的威严，圣人的教诲，不屑一顾。心存敬畏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修养，也是真正的修行。越是修养高、道行深的人，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平凡，越有敬畏之心。
怀有一颗敬畏的心，行事有约束，心中有信仰，养出心中的浩然之气，守在规矩之中，居在方圆之内，一切安定都会不期而至，一切美好都会如约绽放。不要用老好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。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需要让所有的人满意，你只需要让自己的家人和爱你的人满意就可以了。你没必要让所有的人爱你，你只需要让爱你的人更爱你，这就可以了。你要有君子的风度，也要有对付小人的招数。你既应该懂低调，也要学会嚣张跋扈。让你的爹妈出去因为你的强大而能炫耀而骄傲，让你的爱人不为生活所发愁，让孩子以你为榜样。一个男人你就应该活出这个样，这才是一个男人拥有的品德。感恩一个人，没必要逼宫屈膝。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彼得·沙洛维在一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，心怀感恩的人很少会嫉妒他人，充满感恩的人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压力，具有更强的抵抗力。懂得感恩的人，即使在困境中，他们也能发现美好的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时时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，同时对别人为你所做的一切怀有敬意和感恩之情。所以，表达感恩的能力不仅是社交礼貌，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。你要相信，感恩将为你开启一扇神奇的力量之门，发掘出你无穷的潜力，迎接你的也将是更多更好的成功机会。感恩一个人，一味的卑躬屈膝是不可取的。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，每个人都要坚持做自己，保持自己的原则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和别人相处时，难免要和一些人打交道，有些高人一等的商人，知道如何随机应变，总能使许多人愉快。有些人可以坚持自己的个性，不会讨好别人，也不会为谁而歌唱。其实这一生如果过得不如意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，而是你从未对自己满意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没有任何人完美无缺，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。如果你觉得别人完美，是因为你离得太远，看自己不满是离得太近，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，别人也没你想象的完美。掌握一些好的为人处事的方法，既让别人自在，也让自己舒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与朋友们共勉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，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为了可以更好的与大家互动，现在深夜读书已经在 Facebook 开设了粉丝专页，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去添加一下。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，欢迎给我们留言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。公司有个同事，喜怒哀乐全在脸上。他心情糟糕的时候，别人隔老远就能感受到他的怒气。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会主动回避他。只要他一出现，整个办公室的气氛会马上凝重下来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坏心情人人都有，但是不是人人都会任由坏心情上脸。生活不易，谁心里没藏过苦呢？分享快乐，快乐会四处蔓延，传递不快，不快会到处传染。快乐的人总是格外让人喜欢。曾在一本书中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作者聘用过一名速记员。这个女孩幽默有趣，自带一种欢乐气质。遗憾的是，女孩很粗心，常会拼错字，记录也不算快。作者几次想要辞退女孩，但看到女孩阳光灿烂的笑容之后，又改变了主意。她笑起来让人心头一暖，许多客人也很喜欢她。有人说，世界如一面镜子，皱眉视之，它也皱眉看你；笑着对它，它也笑着看你。学会安放自己的情绪，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。有个著名的故事，主人公因为心爱的手表摔坏，便开启了坏心情模式。他打了儿子，又黑着脸指责妻子，夫妻二人大吵一架，各自气鼓鼓地离开。接着两人迟到，妻子被扣全勤，主人公也挨了批评，一整天闷闷不乐。放任坏心情蔓延，就是放任坏结果蔓延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如果不能及时控制住坏心情，便会遭遇各式各样的烦恼。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。有一天，孩子早上赖在床上不起来，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想到公司还有重要工作要处理，我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。我一把将孩子拉起来，狠狠地训斥了一番。孩子委屈地哭了，他一哭，我更加心烦意乱，忍不住要连老公一起骂，责怪他一天到晚只顾自己，也不来搭把手。老公虽然来帮忙了，但因为我语气不好，嘴上也没饶过我。就这样，一大早的你一句我一句，我们吵起来了。送完孩子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到了公司，我依然气呼呼的，一直没办法进入工作状态。本来1个小时的工作，结果做了3个小时。这种糟糕的状态，一直到中午接到老公的电话才改善。很多时候，事情的起因往往很简单，掺杂了太多的坏情绪，就变得复杂了。其实我们只要把孩子叫醒或安抚好，就可以避免这场闹剧的发生，却因为都要发泄情绪，一下子全成了情绪的傀儡。糟心事谁都会遇到，坏心情谁都无法完全避免，但我们可以避免坏心情继续扩散，避免让坏的结果恶化。喜怒哀乐本就是人生常态，越是成熟的人越会淡然处之。有些人一遇到事情就把自己变成一只刺猬，刺伤别人也消耗自己。真正成熟的人，即便心情很坏，也知道如何拿捏轻重，将问题简单化。一味的放大情绪，只会让我们忽略问题的本质，波及更多无辜的人和事。当坏情绪到达顶点的时候，我们的智商便被情绪吞噬了。学会安放自己的坏心情，是每个成年人必修的功课。在坏心情扩散之前，果断控制，阻止蔓延。当你主动去克服它时，你会发现，坏心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你越是不在意它，它越是拿你没办法。即使冷静下来，我们才有机会去解决问题，才有空间去感知更多美好的事情。往后余生，请成为情绪的主人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为了可以更好的与大家互动，现在深夜读书已经在 Facebook 开设了粉丝专页，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去添加一下。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，欢迎给我们留言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。林夕在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：承诺是双刃刀，相信到成为快乐的唯一依赖，即使无风无浪，也活在不安中。学会随缘，才能幸福时幸福，不能挽回就要至亲。活得开心，靠自己双手之余，也靠自己的心。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，看淡一点，这样就算真的失去了，心里难过和痛苦也能少一点。这世上哪有能陪你从生到死的人呀？谁不是孤独一生来，自然一生去？与其哀求别人不要走，不如修炼自己的心，独立一点。小时候总觉得想要什么，那就努力去争取，如果还得不到，那就再努力一点就好了。但长大之后才明白，有些东西注定不属于你，你越想紧握，只会越发远离罢了。人生啊，得不到太正常了，得到才是幸运。所以如果能拥有，如果能结伴同行一段路，一定要心怀感恩，但是也要做好彼此随时会走散的准备。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微笑着挥挥手，依然要感谢对方教会自己的成长。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，关系也好，事物也罢，不合适了，聊不来了，爱不下去了，及时止损。比止损更重要的是及时，是一颗能及时抽身的心。记得看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，是这样说的：有些关系适可而止，有些话点到为止，有些心事只能止于唇齿。也许现在一把钥匙不只能开一把锁了，但如果对不上型号，费再多力气也还是白搭。倒不如做个酷一点的人，别总迁就，别太随便。可说可不说的话就不要说了，可做可不做的事就先别去做了。相处着没那么舒服的人，慢慢的就离开吧。不要把热情都消耗给别人，话说多了都容易伤神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记得留点余地给自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人和人总是刚认识的时候最好，走得太近成了一种打扰，就成了一种灾难。感受过几次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就会愈发明白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真的是最舒服的人际关系。与其靠着讨好和符合去结交圈子维护关系，倒不如适可而止，慢慢走。路还很长，总会遇到真正能和你结伴的同路者。太宰治说，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多年，唯一愿意视为真理的，一直是一句简单又简短的话：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也逐渐发现，活在人间要有3分温暖，2分凉薄，4分漫不经心，最后1分要留给随心所欲。好事坏事都会成为往事，相遇的离开的也都在不断的成为过去式。人生就是一趟驶向告别，驶向终点的列车。那么照顾好自己的心，照顾好自己的胃，照顾好自己黑色的头发，还有那双爱笑的眼睛。别为了不爱自己的人苛待本该好梦的睡眠，也别为了换不来珍惜的付出就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。人山人海，谁不是边走边爱？怕什么相遇和离开？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所以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，合得来就处，合不来就散，轻松豁达一点，反而更能长久一点。往后余生，爱恨清零，聚散随意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